眉山下，古槐树显得古老而沧桑。叶轩在这寂寥之地，终于接受了自己成为大明皇帝崇祯的残酷现实，目睹这个国家陷入困境，他深陷思考，怀疑自己穿越的真实性。然而最终，他不得不面对这个残酷的历史。长达半个时辰的自我怀疑之后，叶轩的眼神变得深沉。天启7年，刚刚登基的崇祯似乎注定了一场厄运。他嘲讽着自己为何不是穿越到成化、弘治、嘉靖、万历帝的身上，或者至少是成为一个藩王，而偏偏他穿越到了这个倒霉的皇帝身上。来人，将这棵槐树砍了，算了，用铁链锁起来。崇祯的声音带着一丝颓废，却又透露着坚毅。他放弃了砍伐这棵古槐树的念头，因为他知道，要是真的想上吊，皇宫内有太多选择，但他选择用铁链锁起，时刻提醒自己。王承恩等待在一旁，不明白皇帝为何有这古怪的命令，但他知道无论如何都必须执行。看着眼前的少年皇帝，王承恩心中充满了敬畏和担忧。还有17年时间，大明基本盘还在，似乎还能拯救一下。叶轩喃喃自语，深陷沉思。对于崇祯和朱由检，他吐槽不已，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，大明的命运掌握在他手中。昏君、暴君、明君，叶轩在心中权衡着各种可能性。考虑到现实的困境，他感到头疼无比。身为皇帝，他需要面对内忧外患，需要在无力的情况下扭转大明的颓势。昏君不行，暴君也不行，明君更不行，特么的，这是要逼死我呀！要不干脆彻底躺平。叶轩颓然一笑，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，他觉得开局就是地狱难度。局势艰难，崇祯思考着自己能够采取的策略。在历史的洪流中，他知道大明注定要走向何方，然而这一切的改变都要从他自己开始。他宣告着要成为大明的守护者，要为这个国家的命运负责。崇祯转身望着紫禁城和远方的北京城，面对着即将到来的困境，他下定决心，这是他的责任，他要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宰。如此坚定，他开始构思未来的道路，唤起内心深处的力量，为大明的未来而奋斗。然而他也清醒地认识到，守护大明需要付出代价。在内忧外患、奸臣横行、渐怒威胁的情况下，他必须小心谨慎，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。思索片刻后，他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，为自己的未来安全打下了坚实基础。